尊敬的拉鲁什院长，尊敬的各位专家和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北京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一位专家。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参加希勒研究所的30周年的这个学术活动。我也要向希勒研究所，特别是拉鲁什院长对我的盛情邀请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在国内参加过很多的关于一路一带的研讨会，但是我在国外还是第一次参加有关跟中国政策和外交有关的学术活动，所以我也要衷心的向拉鲁什院长表示非常重要的感谢，感谢他能够给我提供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介绍中国有关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有关想法。拉鲁什院长在中国是一个受到大家非常喜欢的和尊敬的社会活动家。我曾经在中国的许多媒体看到过他的答记者问和发表的文章，他对中国的客观报道深受我的尊敬，但是他作为中国人民的朋友，也向中国的发展提出了中肯的意见，所以我们非常尊重这样一位中国人的老朋友。我今天想就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理论创新问题谈一下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的领导人在去年，也就是2013年，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这样2个非常重要的倡议。这2个倡议，它是在新的形势下推动和深化中国同周边和沿线国家合作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倡议。那么我们如何来实现中国领导人提出的这个倡议？我觉得我们应该首先在思想的理念上面应该有所创新，在具体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过程当中，我们在一些做法上也应该有所创新。所以我今天发言的题目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理念和实践的创新。我想谈4个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想谈一下，首先是理念的创新。在理念的创新方面，我想强调3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中，首先它是采取了一种引进来的政策，就是吸引外国的技术和投资到中国来发展。我们是利用这样一个吸引国际资源的方式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中国人形象地把它比喻为叫搭快车的方式，搭便车的方式。这样的一个政策在改革开放之初呢，收到了非常明显的效果。很多的国际金融组织，包括一些友好的国家，都从中国来投资来发展经济合作。那么第2个阶段呢，就是走出去的战略，就是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我们采取了中国的公司和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到海外，到世界各地去发展，同当地的一些企业呢和国家来进行发展自己的经济，搞这个经济合作。这样一个政策呢，我觉得在前些年也取得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成果。它很好地利用了国际的资源，而且在技术创新这些方面呢，使中国的企业有机会学到一些先进的技术，
和一些引发我们的研发我们的先进的装备，所以这个以走出去的战略可以说第二阶段呀，它也扩大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规模，加快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那么这一次，中国领导人呢又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又提出了"一带一路"的这样一个发展观念呢，我觉得它是在我们原来改革初期引进来和改革中期走出去这样一个战略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发展和延伸，它是把走出去和引进来有机的结合起来。所以我觉得朋友们在理解中国的一路一带发展的时候，就是要更好的要理解它的这个战略内涵。我觉得一路一带的思想可能有更深的、更广泛的思想理念。这是我想提的那个，首先是理念的创新。第二个创新，我觉得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如何适应中国改革和开放的这个需要，同时呢，在周边国家和一路一带的沿线国家当中的互动中，和这些国家共同的来享受中国改革发展的红利，来促进中国和外部世界的这个广泛的合作，实现一个目的，就是使我们这种合作呢能够达到共同的发展。它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发展，而是我们同所在国家的合作当中呢，使大家都能够得到发展。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观念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另外呢，我国的领导人还提出了一个比较新的思想观念，就是新的义利观，就是我们在利益方面要更多的要考虑合作伙伴的感受和合作伙伴利益的这个增减，要使同合作伙伴的合作当中呢，使我们的伙伴能够得到发展，而不是削弱我们的伙伴。我觉得这个是中国的一个领导人特别是习近平主席这个最近以来比较强调的一个对外发展的理念。而且呢，我认为我们中国领导人提出的这个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他还强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这种发展呢，它是一种平衡的发展，是一种均衡的发展的理念。它不是只是中国来加快了发展，而是中国的发展质量得到了提高，经济规模得到了扩大，而是发展当中呢，使我们的合作伙伴也能够发展，而且是在同一个水准上，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同时发展。因为最近一些朋友我和他们接触当中，他们也提出说，你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只是考虑到你中国的利益。我觉得这个话呢说对了一半，就是中国提出任何一个外交倡议，它肯定是要考虑它自己的利益。但是我们现在思维方式的转变，我们也在更多的考虑我们合作伙伴的利益，使他们能够认同中国的发展，而且在同中国的发展当中呢，自己也得到发展，而且是一个同步同时发展的进程。我觉得这个均衡发展这样的一个理念呢，我想也是我们在这个在推动一路一带发展当中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第三个理念方面的这个问题，我想强调的就是，我们现在在发展这个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过程当中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一个三不的思想，这个三不呢，实际上就是第一个是不干涉内政，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第二个呢，中国不谋求自己的势力范围；第三个，中国在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谋求主导地位，我们都是平等的合作伙伴。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所以我们领导人提出的这三不的思想，我想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呢，可以重点的理解一下，这个反映了我们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和平发展的理念，
我觉得我们中国呢，在推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时候也反映在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上，因为提出这样一个重要的理念，这样一个重要的倡议，它的基础是我们对国际形势做出了一个客观准确的判断。那么这个判断呢，就是在冷战之后，在欧亚地区力量格局的总体是大致平衡的，就是在这个地区所有的大国，包括中国、俄罗斯、美国、中国、欧盟这些大国，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制衡的关系，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在欧亚地区可以说它处于一种主导的地位我觉得不管是美国也罢，俄罗斯也罢，还是中国也罢，或者欧盟也罢，都不可能在欧亚地区处在一个主导的或者一个领导的地位而我们中国呢，在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当中它的目的不是要打破欧亚地区的这个平衡，而是要维护这个地区的平衡，使各个国家形成一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相互合作的这样一种理念。这个我觉得是这种评价呀，我觉得这种论断呢，我觉得是符合欧亚地区形势发展的整体的这样一个形势的需要所以也是我们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和基础。在这儿我还想多说两句的是，在欧亚地区有很多的区域合作组织包括俄罗斯主导的欧亚联盟，还有上海合作组织，还有南亚联盟，还有伊斯兰合作组织，甚至我们还有看到欧洲的一些合作组织那么这些组织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我觉得这些组织之间不是一种相互排斥的一种关系，就是我们提出任何一个倡议，提出任何一个建议，它的目的不是反对另外一个建议，而是要这些机制之间要进行充分的磋商，要相互合作、相互包容。我觉得调动各个机制的参与的这个积极性所以我觉得才能使丝绸之路经济带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发展。所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呢，我觉得它从性质上讲，它是一个开放的一个进程它不是封闭的，它对任何国家都是开放的我们在座的大多数是欧洲的朋友，我觉得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点，而欧洲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终点，就像一个哑铃似的，它的两头大，中间是沿线国家。那么中国和欧洲的合作加强了，那么就可以带动从中亚、南亚、中东或者东欧这一片地区的这个社会和经济都能够得到发展。所以我觉得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洲国家是有直接联系的，而且欧洲国家在这方面有很好的基础有先进的技术，还有一些它有这方面好的基础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考虑的，就是要和其他的一些机制要进行合作我们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不是针对某一个国家，而且我们要强调，在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同所有的大国要进行友好的合作要求同存异异而求同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理念呢是我们所遵循的。包括我们呢不反对美国参与这个项目，我们不反对俄罗斯来参与这个项目，也不反对欧洲的国家来参与，我们都是持欢迎的态度的。所以它是一个开放的一个有前景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想讲一下我们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路一带的这样的理念呢，它实质上呢，我想强调的是一个合作模式的一个创新问题。怎么来推动
一路一带的建设。这个问题呢，我想我们最近在国内，在中国国内和在国际上，大家讨论这个一路一带的理念的时候啊，大家更多的是讨论它的概念，什么是一路一带？中国的倡议到底是什么内容？它涵盖了什么区域？或者中国到底是什么意图？我觉得大家往往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合作的问题，就是合作模式的问题。怎么来发展合作？你如果合作的模式不解决，实质上这个倡议是得不到落实的。这个我想那个强调的一点呢，就是首先呢要考虑到我们在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过程当中，这个地区的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是不同的，是有很大的差异的。有发达国家，有大国，有中等国家，还有一些非常落后的国家。所以在一个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非常大的前提下，推动这样一个合作的进程啊，我觉得它首先难度是很大的。我们不是说在未来的3年或者5年或者10年就要做成一个丝绸之路经济带，我觉得这是中国的一个长远的目标，它是没有这个终点的，什么时候善于合作，什么时候能够推动合作，那我们就加以推动，所以我们在中国在推动这个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当中呢，它不是一种强迫的一种要求，它希望我们的合作伙伴是自愿的参加。谁有兴趣，谁就可以参加进来，而且这个在双边合作的基础上呢，使自己的能够得到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个丝绸之路经济带对很多国家呀，更多的它是一种发展的机会。利用中国的这样一个开放政策来扩大我们的这个经济合作，而且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创业、就业的这样的机会啊。那么这个合作模式呢，我想刚才我讲到了一个，就是在欧亚地区，它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不一致的，它不像欧洲地区，基本上发展都是比较发达的经济体。那么欧亚地区呢，这个地区差距很大，这个必须要考虑到。第二个呢，我想我们在这个考虑合作模式的过程当中呢，还要考虑了欧亚地区我们提出的这个经济带，它是一个条状的一个合作进程，它不像我们原来世界区域经济合作当中的一些块状的或者网状的一些合作形式。你比方说，像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和欧盟的区域经济合作，或者是拉美的这个区域合作，它都是一个块状的。而我们这个丝绸之路经济带呢，它是一个条状的一个合作。所以，能不能搬用欧盟的经验？能不能搬用东盟的经验？能不能搬用拉美的经验？我觉得我们是不排斥的，我们是需要借鉴和需要学习的。那么，更多的是要结合我们这个地区的这个发展的特点，就是这样一个条状的合作到底应该怎么搞？到底怎么搭建这个合作的模式？我觉得这个呢，不能一考虑到区域经济合作呀。包括我们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他往往都是拿西方的一些区域经济合作的模式来套用到我们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我觉得这个是有些这个思维模式啊，应该创新的一些老调的方式。但是我们并不排斥世界其他地区的这种经济合作的这种模式啊。那在这个问题上啊，我也希望呢能够听到更多的欧洲朋友啊，对我们推动这个经济带合作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这是一个可以说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这个提出，它在世界历史当中是很少有的，它跨的地区非常多，横跨欧亚2大洲，路线也很长，涉及的国家也很多。在世界的发展史上是没有前例的，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路只能是创新，只能是思考，
找到一个比较符合我们中国和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这样一条道路。这个第三个呢，我想就是谈一下大问题，我想谈一下我们这个“一路一带”它的合作内容的创新问题。刚才我们讲了理念，讲了方式，现在我讲一些具体在哪些方面合作所以讲到这个合作的内容问题，我觉得这个首先我们应该强调“一路一带”的建设，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绝不是几年就能完成的这个我们心里非常清楚它有机遇，同时呢，它也有挑战这个是必须要保持一个比较清醒的头脑。那么这个，我觉得我们在推动这个“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当中呢，在内容创新方面，我觉得有这么几点是比较应该注意的。第一个就是要首先根据现有的发展基础和我们的合作条件，第一点呢，应该首先在这个能源、交通、电力、通信等这些基础设施的和网络化的建设方面呢，应该作为一个首先抓的活动因为中国有一句谚语，叫“要致富，就必须要先修路”你只有人流、物流和资金流都走动起来以后，这个地区的经济才能繁荣如果我们一些基础设施都不具备的话，这个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这个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当中呢，它不是要重新的搭建一个合作机制这一点我要强调的，而是在原有的双边的合作的基础上和原有的区域合作的基础上，来不断的扩大它的规模这是一种不设立机制的一个合作过程。第二个呢，就是要加强各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的这个互通、相互的沟通使他们之间呢能够了解我的发展战略未来的5年到10年的发展战略和你的发展战略到底有哪些方面是相同的，在这样一个相同的基础上，我们找到合作的项目和共同点第三点，我想就是，而且我在讲这个第二点的时候，我们中国呢，它现在这个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它不谋求这个一体化的目标，我们是不谋求一体化的目标的，只是推动这个合作的过程。第三个就是，我在合作当中我想我们要走在世界的前列，必须要发展和重视当今世界的科技成果。要结合欧亚地区它本地的发展水平，来大力的开展在非能源领域的合作，因为那个欧亚地区因为它的这个经济禀赋决定了它的资源和能源占很大一块，但是非能源、非资源领域的合作呢，我觉得做得不够，包括在农业，包括在基础设施，包括在加工工业，这些方面呢。我觉得都是比较落后的。同时，我们也要重视了，在非资源领域的合作，使我们这个地区的经济合作能够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最后的这个合作内容方面，就是我们这还是不刻意的追求这个“一带一路”的多边的属性，它还是强调高质量的双边合作。比方说，我们可以发挥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城市联盟的作用，或者城市行业联盟的作用。比方说，国际的铁路协会、国际的交通协会，其他类似这样的机构，包括国际的互联网协会，就是发挥这种跨区域的现有的一些行会的作用，形成一个双边的和多边的合作网络和合作体系。同时呢，中国还鼓励这个没有中国参与的那些有助于“一带一路”发展的项目，就是有些项目不一定中国参加，但是这个合作呢，对各国都有好处，能够推动地区的经济发展，我们中国也是支持的，不是我自己参加了我才支持，别人搞的我们也同样支持，所以采取一种包容的、一种开放的
这样的一种合作框架。最后呢，我的发言想强调一下第4点，就是体制的创新。这个作为一个一路一带建设，作为一个宏大的构想，它对中国来讲挑战是非常大的。首先呢，它不仅涉及到我们中国国内的一些区域和部门的合作，而且也涉及到中国在境外的一些机构。因为中国在境外的机构啊，这个它也有民营经济，也有国营经济啊，还有集体经济，它也是利益多元的。所以我们这个在考虑这个合作的当中呢，要考虑多元利益的这样一个基础，要进行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的协调啊。这个所以中国呢，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我国的中央政府呢，现在也加快了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使这种体制呢能够更加适应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啊，推动它的这个发展进程。所以这个在推动丝绸之路这个经济带发展当中呢，我们也借鉴了一些国外的经验。你比方说，美国的新丝路计划，它为了适应这个计划的发展呢，它把南亚局和中亚局合为一个中南亚局，就是它适应它跨区域发展的需要。我觉得这样一个经验呢，也是值得我们借取的。包括俄罗斯，它为了加快发展它的远东地区，它专门成立了一个远东发展部，啊，就是在机制上能够适应“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在今后我们中国推动这个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过程当中啊，我们坦诚的希望同这个国际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呢，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共同发展，来推动这样一个有利于人类和地区发展的一个进程。谢谢大家。